我拿起了钥匙，我锁上门儿，我颠颠哒哒的骑着三轮儿，我是挂上了5档开始销魂儿，手握着刹车脚踩油门儿，我按起了喇叭是嘣儿吧乱叫，一溜黑烟玩的心跳，前面车靠边靠。您的订单还有3分钟超时，超时1分钟扣2块。今晚的麻辣烫又泡汤了。终于送完了，爷，今天您头七。这破杯子我擦了7天了，比擦电动车还勤。您活着时天天吹自己是高人，我从来没信过。您要真在天有灵，今晚就保佑孙子别再被扣钱，下月房租还差800呢。擦了7天，总算把老子擦出来了。臭小子，你爷爷我回来了。爷，您7天前就火化了，骨灰盒还是我捧的，您是鬼啊！派行点儿，怎么鬼多难听？我画的是空壳子，专门骗你们凡人的。你还能打人？能打你，还能给你天大的造化。从今天起，你这外卖不白跑了，你小子要发达了。发什么财？不是财，是灵气。真没体温。爷，您到底是人是鬼？是修仙的，我的真身早化成神魂，封进这保温杯里了。火化那句是障眼法。修仙？爷，都2024年了，哪儿还有神仙？让你看看你就信了。这些发光的东西是什么？我怎么从没见过？这叫灵脉，灵气30年前就复苏了。你们凡人眼里只有钱和手机，看不见罢了。而且我把1身修为都封进你身体里了，你现在是金丹期的修士。金丹期，厉害吗？冥气期是试用期，筑基期是转正，金丹期嘛，升职加薪、带薪休假那个级别。整个云川市到这段位的1只手数得过来。所以我一个送外卖的，现在是这城里数1数2的高手。但咱这一脉特殊，叫市井修仙，别人靠打坐闭关，咱靠干活。用心煮一碗面，凝聚烟火灵气，准时送达，被人真心道谢，攒功德值，帮人解开心结，化掉烦恼，叫净化心魔，修为长得最快。等会儿，您是说我跑了3年外卖，煮过的面，安慰过的客户，我这3年一直在练功？可不，换个3天打鱼2天晒糟的，早成罢了。我送外卖送成了修仙天才。城东周伯1碗长寿面，备注：今天我生日，麻烦师傅了。这一单附着绝望的心魔。心魔？1碗生日长寿面能有多大烦恼？小子，有些人点最后1碗片是去赴死的，这单你接不接？废话，我接了。看见没？那团灰的再凝视下去，老人家今晚就要想不开，别让他关门。放门口吧。周伯，这面我端了一路，凉了不好吃，我能进去帮您热一下吗？我跑了1天单也没吃饭，顺便蹭口热水成不？周伯，您这长寿面是给自己过生日啊？得有家里人陪着吃才香。您孩子今天没回来？回来，他在国外10年没回来过了，打个电话都嫌我啰嗦。那阿姨呢？让阿姨陪您下碗面。老伴儿走了3年了，这屋里就剩我一个人，跟个钟摆似的，滴答滴答的等。怪不得爷爷说有心魔，一个人在这屋里，连句生日快乐都等不到，换谁心里不结冰啊？周伯，生日快乐！来，许个愿。小伙子，你不知道，我儿子上周来电话说今年又回不来了。我刚才本来都想好了。周伯，加个微信，以后您想吃面，备注老地方，我亲自送，跑腿费我不收。您这1碗面还得我天天来蹭热水呢。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周伯。你今天救的不只是一碗面，是一条命。可你想过没有，这城里像周伯这样孤独的人又何止他一个？这么多，我一个人送得过来吗？苏小满，外卖的走6梯，大堂是给客户走的。得，昨晚还是温暖一座城的高手，今早就被赶去做货梯，这身份反差比我电动车的电量还跌得快。行，货梯就货梯。哎呦，脏了吧？外卖的就该走后门，懂不懂规矩？这点觉悟都没有。先生，我赶时间，里面是客户的午饭。小子，这种仗着钱欺负人的，给他点颜色瞧瞧。你现在可是金丹期。爷，咱不能一般见识，我还要冲弹量。你这憋屈劲儿，随你奶奶，不随我。郝总，您怎么在这儿？董事会都等您半天了。听见没？这就是身份的差距。你这种人啊，一辈子也就派送外卖。谁干的？谁推我？地滑，郝总，注意安全。地砖一地，这是金丹期的借物术，手法干净利落，绝非凡人。一个送外卖的，有意思。这种人怎么会藏在外卖箱后面？快放大招！快！满哥，这姐姐谁呀？这身行头一看就不缺外卖钱。她看你的眼神不像点餐的，像查户口的。我也不认识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有话问你。昨天写字楼那一手借物术是你做的吧？报上你的师承、宗门、来历。师承，我师父是站长。宗门，烽火轮外卖3号站。来历，老家种地的。稳住，别露馅儿。这丫头筑基大圆满，又是世家出身，眼睛毒着呢。让我找到你了，害我出丑，我要你好看。金丹期的身法反应这么快还装，你越装越说明你心里有鬼。那是他自己狡猾摔的。姐，你可别冤枉好人，我连您刚才出手都没看清。3天内到玄和集团报道，把你的来历说清楚，否则咋样？您还能抓我去坐牢？否则我天天来你站点，点全城最远单，备注必须本人配送，不许超时。这比打我一顿还狠啊！玄和集团的林之夏，连这种大人物都来找这个外卖的。行啊，苏小满，你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爷，那姐姐说的世家宗门到底什么来头？玄和集团听着就不好惹。您当年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那可不，想当年你爷爷我在市井修仙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人称满城香。满城香，听着像卖卤味的。哼，你懂个屁！我一手焰火神通，煮一碗面能让方圆3里的心魔自己跑出来排队挨净化，那场面叫一个壮观。可惜呀，后来出了点事儿。有个组织叫灵气复苏会，
我们想把灵气还给老百姓，他们偏要把灵气全抽走，当成稀罕货卖钱。爷，您这表情不对，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您到底是怎么没的？睡觉，明天还得早起跑单呢，哪那么多问题？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市井有真意，野路子也能成大器，肩并摊剑，一个老头。这次是赵铁路那老东西的，他还活着。赵铁路是谁？您认识？好家伙，元婴期，这老不死的30年了，藏这么深。来了，坐。要不要加个蛋？大爷，您认识我爷爷？满城祥嘛，30年前的老伙计了。前天他托梦给我，说他那不成器的孙子下山了，让俺帮忙照看着点儿。托梦？我爷不是封在保温杯里吗？老满，你这老东西连个死都死得这么花里胡哨。吃了它。这煎饼是丹药。这叫接地气炼丹法。神仙炼丹要灵草仙药，我炼丹啊要绿豆面和葱花。小满，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恁爷爷当年的死跟灵气复兴会脱不了干系。他们最近又开始动了，到处低价收购老店、老摊子。收这些破店干啥？这些地方看着不起眼，其实都是灵脉的节点。他们要把全城的烟火气一点一点抽走，变成他们口袋里的钱。通知下去，加快收购，万物皆可商业化，包括这座城市的人情硬。这座城几百万人的烟火气，就是我们最大的金矿。快跟我进去，家里长辈已经在等着了。就是他，一个送外卖的小崽子，也值得让我临事过问。哼，知夏，你太抬举他了。报上你的师门传承，修炼了什么功法？拜的哪位前辈？我真没师承，我就会煮面送外卖。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哈哈哈哈哈！知夏，别浪费时间了，把他赶出去。陆小子，让这帮看不起人的见识见识什么叫四境神通。这回别怂。各位前辈，我也不会什么高深功法，要不我给各位煮碗面，当赔个不是。我卡了整整20年的瓶颈，怎么松动了？就喝了一口面汤，能用一碗面引动整栋楼的灵脉，还能助人破境。苏小满，这绝不是金丹期能做到的事。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个手艺好点的外卖员。别得意，我叫你来，不只是查你来历。灵气复苏会已经盯上你了。盯上我？
他们昨天刚收购了你常去的那家老面馆，城南姓陈的老板那家。老陈头的面馆，那是我跑单这3年天天去吃的地方。陈老板，您这小破店1个月才挣几个钱？我们出3倍市价，签了字，您下半辈子躺平享福，这叫资产优化，懂吗？陈叔，这转让告是咋回事？您这面馆开了1辈子，说不开就不开了。我这店开了40年了，可我儿子下月就结婚，彩礼、房子处处要钱啊！陈叔不是想卖，是被钱逼到墙角了。这帮人专挑人最难的时候下手。陈叔，您这合同我瞅瞅。哟，这违约金条款藏得够深啊！还有这一条，灵气节点永久使用权。陈叔，您知道这行字啥意思吗？钱总，有情况，一个送外卖的看穿了我们的合同条款，正煽动陈老板反悔。一个外卖员，哼，看来是块硬骨头。告诉他们，敬酒不吃就别怪我们吃罚酒。启动 B 方案，派专业的人过去，这条灵脉我志在必得。钱总说了，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条灵脉今天俺抽定了，识相的让开。陈叔，做生意可以，欺负人不行。这碗面里的人情味儿，不是你们能抽走的。来了来了，让他见识见识你爷爷我的烟火神童！金胆，金胆，不对，这股气息不可能！你一个外卖员怎么会有这种修为？这碗面里怎么这么多人情味儿？尝过这碗面的人都知道，它值的从来不是钱。你抽走的不是灵气，是这条街所有人的念想。你下得去手吗？对不起，这单俺不结了。我这早又活过来了。他护的哪里是一家面馆，是这整座城的烟火气。找到了，满城乡的传人。苏老头，你死了都不安稳，原来是给我留了个这么有意思的孙子。钱总，要不要处理掉？不急，先把他列入天选灵体名单。我倒要看看这个苏小满能不能也像他爷爷当年一样，悄无声息的消失。近日，一名外卖小哥在网上爆火。据说这名外卖小哥送出的面能缓解疲惫、净化心灵。完了，我上热搜了！这要是被人认出来，怕什么？这叫口碑。想当年你爷爷我满城乡，名头比这响多了，那才叫一面难求。求师傅顺便看看我家风水。备注：最近特别倒霉，跑单时帮我念叨念叨，愿意加50小费，能不能也给我来碗有人情味的面？我是来送外卖的，不是来开光的呀！傻小子，送外卖和开光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你忘了？你越用心办事儿，修为长得越快。这帮人全是给你送修为来的。苏小满，家人们，我蹲到神秘外卖小哥了！不好意思，我这人怕镜头。小子，识相的拜我为师，咱俩合伙赚大钱。大师，您这身上连凝气这都没到吧？之下，这苏小满如今名气这么大，又有真本事，赶紧把他绑到咱林氏这条船上。实在不行，联姻也行啊！胡说什么呢？林总，今天单子排满了，
我真没空。玄鹤把你今天所有的单都包了，从现在起，你是我的灵气顾问，陪我考察全城灵脉节点。得，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这位大小姐摆明了是想就近盯着我套我的话。行吧，正好我也想搞清楚灵气复苏会到盯上了哪些地方。这儿是全城灵气最旺的节点之一。菜市场又脏又吵，怎么会灵气旺？你们世家修炼讲究灵山福地，清净无台，可我们市井修仙正相反，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哪儿有讨价还价的烟火气，哪儿灵气就旺。你听这吆喝声，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气。这队形是聚灵阵，他们知道自己在布阵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觉得跳着开心。可越是开心，越是齐心，阵就越灵。这就是市井修仙，大道藏在最普通的日子里。花里胡哨，你们这些野路子终究登不得大雅之堂。装置还是热的，他们刚走不久。苏小满，这是这个月被抽清的第7个节点了。他们疯了一样抽这么多灵气，到底想干嘛？囤起来当传家宝？再多一点儿，再多一点儿。等这座城的灵气全进了我的罐子，全城几百万人就都得养我的鼻息过活。各位，记住，我们做的不是抽灵气，是灵气资源整合。我们要把灵气这种稀缺资产价值最大化。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让每一缕人情味儿都成为可以量化、可以变现的 KPI。钱总牛逼！钱总牛逼！等公司上市那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跟着我渡劫飞升。荒唐！这小子把好端端的绣线硬生生搞成了割韭菜。苏老板久仰大名，我开门见山，加入我们灵气复虚会。你的开光外卖，我能给你做成全国连锁，估值10个亿。你爷爷当年没做成的事，咱俩一起做成。我爷爷当年想做啥事？他呀，也想垄断全城的人情味儿，自己说了算。只可惜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对了，提醒你一句，你爷爷当年就是被他自己那套野路子给害死的。想知道真相吗？随时欢迎你来找我谈。爷，他在说谎，对不对？您是被害死的，还是……这事儿是我对不起你。该说的我迟早会跟你说清楚，但不是现在。区一个阵法，我林之和还不至于求救。阵眼在哪儿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你饿不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嘘，看着。警告！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你怎么用一碗饺子就破了我都破不了的阵？你哭啥？馄饨不合胃口？从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告诉我，林氏嫡女不能输，不能弱，不能哭。我拼了命修炼到筑基大圆满，赢了无数人，可我活了24年，连一碗热馄饨带来的这种踏实的暖都没尝过。那以后你多来找我，我这馄饨管够，想哭的时候就来吃一碗，吃饱了，天大的事儿也扛得住。哎呦，我的乖孙儿，有出息啊，都会哄姑娘了。那是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家祖传的保温杯，保温效果特别好。苏小满，你老实说，你的保温杯为什么会说话，而且还在冲我笑？完了，瞒不住了。这下连我爷的事儿都得交代了。行吧，跟你说实话，这保温杯里是我爷爷的灵体，他人7天前走了，把神魂封进了这杯子里。死后还能凝聚灵体，继续器物，不被天地消散。苏小满，你爷爷当年至少是元婴期以上的大能，可你们家明明是普通人家，怎么会出这样一位高人？告诉你们也无妨。30年前灵气刚复苏，我和一帮市井里的修士立下个志向，要还灵于民，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受灵气滋养，日子过得更舒坦些。可有个组织跟我们对着干，他们叫灵气复苏会，他们要把灵气全垄断起来，待价而沽，价高者得。我们斗了好多年，最后那一战我中了算计，灵气尽散，只来得及把这一身修为封进保温杯，留给我那时候还在襁褓里的孙子。灵气复苏会，我查过他30年前的创始人，那个人也姓苏。姓苏，跟我一个姓。时候未到，这件事比你们想的复杂的多，别问了。爷，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苏氏双子，苏小满的爷爷和灵气复苏会背后的人，他们俩难道是亲兄弟？放门口吧，谢谢。我这种废物，连跟人多说一句话都不配。这心魔是自我否定最难缠的一种，硬来净化会把他仅剩的那点心气也搅碎了，得用巧劲儿，慢慢来。哥们儿，我能歇会儿不？跑了一上午，腿都软了。您随意。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高考考了3次，3次啊，最后还是没考上。我爸气了3个月没跟我说话，说我这辈子完了。你后来呢？后来我跑外卖了呗，你猜怎么着？我跑成了全城单王，月入小2万，还成了个挺有本事的高人。
那是您命好，您厉害。我3战都败了，我就是个失败者。兄弟，不是这么算的。我后来才想明白一件事：上岸从来不是只有一条岸。这座城里几百万人，真正顺着别人画好的那条线走上来的没几个。你3年没放弃，这股劲儿比上岸值钱多了。好久没人跟我说，我这股劲儿值钱了。师傅，谢谢您。我想再试试，换条路走。随时来吃面，加油，面馆高！看见没？你救的从来不是一碗面，你救的是一个人往后几十年的光景。这一碗面的暖，他会传给下一个人。一传一，那要是传开了，是不是这满城就都暖了？跟我走。恁不是问，光靠恁一个人救不救得过来全城？今天带恁见几位老朋友。这位石皇奶奶是符箓传人，废纸墙上画道符，能当千金之力。废物利用，废物利用。这位王阿姨，阵法大师，广场舞聚灵阵就是她随手布的。跳着跳着就把阵布了，方便。修谢老长练得一手凤鹤神通，连断裂的灵脉都能缝上。缝鞋缝习惯了，缝啥都顺手。这些都是隐藏在街头巷尾的高人。俺们这群人30年前都是恁爷爷手下了伙计，当年被打散藏进市井，如今恁回来了，是时候重新集结了。不好了，灵气复苏会要在城中心广场办一场灵气科技发布会。发布会办给谁看？名义上是发布新产品，可我去探过，他们在广场底下偷偷布了一个超大型的抽灵阵，一旦点亮，半座城的灵气会被一次性抽空。好狠的手段！他们这是要一锅端呐！Why? Go on, and concludes every you're the Karangan Cherry. 阵已经布好了，就等启动。大家盯紧各自的位置，护住周围的市民。
最近因为贵客，今天我们还来了一位爆火的开光外卖苏老板。苏老板，要不上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你那套市井修仙的心得？各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一碗面的价值能用钱算得清吗？这是什么感觉？心里好暖，好踏实。跟刚才说的那种高价付费灵气体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免费的暖。别让他煽动情绪，立刻启动阵法。果然还是来这一手。苏小满，你爷爷当年拼了命都没拦住我，你以为就凭你一碗面你能行？姐妹们，跳起来，按我的队形！硬扛不行，得找他的命门。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这阵法是按最精密的算法设计的，怎么会反向过载？钱多多，你的算法算得出 KPI， 算得出估值，可他算不出人心。这一勺敬这座城里所有还热乎着的心。苏小满，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行侠仗义？我告诉你一个真相，你爷爷和我们灵气复兴会的会长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你拼了命护着的这座城，正是当年你爷爷自己想要独吞的猎物。你说什么？我爷爷有个亲兄弟？爷，钱多多说的是真的吗？您有个亲兄弟？说的没错，灵气复苏会的会长苏念商是俺异母同胞的亲弟弟，也是能素未谋面的二爷。30年前，灵气刚复苏，俺们苏家兄弟俩本是携手复兴市井修宪的同道，可后来俺们因为理念彻底决裂了。我主张还灵于民，让灵气惠及每一个普通人。他主张聚灵生财，谁出价高，灵气就归谁。他创立了灵气复苏会，越走越偏。俺组建市井修士，守着这座城。亲兄弟斗了整整半生，最后那一战，俺灵气散尽，而他也伤了根本，从此隐于幕后，把灵气复苏会交给了钱多多打理。所以，钱多多背后真正的会长就是我二爷爷苏念商。他还活着？若他还活着，那这件事就不只是除恶那么简单了。小满，他是俺的弟弟，更是恁的亲二爷。
那叫我怎么忍心对自己的弟弟痛下杀手？一边是被欺负的全城人，一边是我素未谋面的亲二爷爷。这我到底该怎么办？苏小满，有个重要消息，灵气复苏会近期频繁联系药王谷，出大价钱，似乎在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寻一味救命的药。病入膏肓的人？元和的人查到，那个重病之人，很不可能就是他们隐藏了30年的会长苏念商。苏小满，你那位二爷爷恐怕时日无多了。我那个还没来得及见一面的二爷爷就要死了。之下，苏小满这个人身份太复杂了，又是苏氏双子的后人，又牵扯进灵气复苏会半生的恩怨。这趟浑水，林氏不该再趟，你立刻和他切割关系。切割？30年前，灵气复苏会刚做大的时候，咱们林氏选择的也是明哲保身，坐视不管。结果呢？整座城的灵脉差点被抽干。我们林氏守着100年传承，却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受难。放肆！你这是被那个外卖崽儿迷了心窍。我不是被他迷了心窍，我是被他1碗5块钱的阳春面点醒了。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站在高处看热闹，是肯弯下腰去暖一个普通人的心。从今天起，玄和集团正式加入护城联盟，这件事我做主。小曼，楚打死了！灵气复苏会动用了所有资源，把全城好几个核心灵脉节点同时封锁了，而且钱多多放出话来。苏小满，你那位二爷爷苏念商，想见你最后一面，来灵气复苏会总部，单独来，不许带人，否则这几个节点我就给你连根拔了，让这几片城区永无宁日。他这是拿全城逼我去送死。可那毕竟是我二爷爷。他要我单独去，我就单独去。一来，那是我二爷爷，我得见他最后一面；二来，他想拔节点是假，想要我是真。我不去，全城遭殃。你来了，你跟你爷爷长得真像，也跟他一样天真。灵气是这世上最稀缺的东西，凭什么白白送给那些不懂珍惜的凡人？聚之，控之，价高者得之，这才是正道。二爷爷，那您聚了一辈子的灵气，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您快乐吗？您躺在这儿，身边除了一个把您当摇钱树的钱多多，还有谁真心来看过您？
会长，您老糊涂了。您囤了一辈子的灵气，眼看着就要带进棺材了。这笔遗产也该换我来继承了。钱多多，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一手把你提拔起来，原来钱多多才是真正的野心家。他这些年一直在利用苏念商的执念敛财，如今见苏念商命不久矣，便打算夺取所有灵气储备，自己一步登天。苏念商、苏小满，你们这对叔侄，今天就一起给我当灵气燃料，送我飞升吧！钱多多，你算计了我们苏家2代人。苏小满，我们来了，求助！苏念商，恁这个糊涂了一辈子的弟弟，罢了，当哥的再帮恁最后一次。苏小满，再撑一会儿，我们顶住外面。钱多多，你算计我兄弟一辈子，如今连我孙子都不放过，我苏念民今天就算魂飞魄散，也要拦你一拦！爷，你别撑了，你会散的。傻孩子，爷爷我本来就只剩这点东西了。哥，30年了，你还是这副死犟的脾气。钱多多，老夫囤了一辈子的灵气，今天一点都不给你。孩子，二爷爷我对不起你爷爷，也对不起这座城。这些灵气本就该还给你们。不可能！才几天，他怎么可能突破元婴？这不科学！钱总，你不是想让我和二爷爷给你当飞升的燃料吗？现在轮到你跟我交代清楚了。苏小满，你以为你赢了？太天真！我早就把这些天从全城抽走的灵气分散转移到了3个秘密据点。你救得了这一处，哼，可你救不了全城。我钱多多从不做亏本买卖。你要是敢现在抓我，这3个据点的灵气会瞬间溃散，反噬周边居民区，到时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灵气受损，大病一场。苏小满，你赌得起吗？你拿全城几百万人当筹码？商业谈判本就是看谁的筹码更大。钱多多，你忘了这3个据点的逆流装置是我当年亲手设计的，它的死穴只有我知道。孩子，替二爷爷尝一尝那碗还灵于民的面是什么味道。二爷爷，
这只是开始，我会带着真正能收割整座城的东西回来的，你们等着！二爷爷他走了，他这一辈子糊涂了大半生，可临了总算做对了一件事。小满，你二爷爷他是笑着走的。不用敲门，这单闻着就有股别扭劲儿。放门口，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谁要跟他说话了？当我稀罕？好家伙，俩心魔长得一模一样。说白了，不是不爱了，是俩人都犟，谁也不肯先开口。您好，您的外卖袋放在门外了。怎么就一份儿？那你少吃点，你天天嚷着减肥。我减肥关你什么事儿？你不是不稀罕我吗？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分一碗面吃。高，实在是高！你这招制造一个共同的小麻烦，比你苦口婆心讲100句道理都管用。嗨，跑外卖3年，什么样的客户我没见过？两口子吵架，十有八九不是有仇，是没台阶下。我给个台阶，他俩自己就下来了。苏小满，新情报：钱多多潜逃之后，频繁接触一个神秘的境外组织。他正在大批采购一种违禁之物，名字叫灵石。灵石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很邪门，它能把灵气、刺激从温暖的滋养变成一种让人上瘾的毒。一旦被投放到全城，他这是要把整座城的人都变成灵气的瘾君子。这里封存着灵石几百年来关于市井修仙界所有重大变故的记录。如果灵石真的出现过，一定有迹可循。是时候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了。30年前是这缕灵闪悄悄腐蚀了你二爷爷苏念商的心智。他原本是个比我还要理想主义的人，是灵染一点一点把他变得贪婪偏执。所以，二爷他不是天生就坏。我一直都知道他是被邪气所害，所以这30年我跟他斗的从来不是我弟弟，我斗的是想把他从灵师手里救回来。爷，我懂了。您之前总说怕我露馅才不告诉我，根本是借口。您是怕我知道真相后会去恨二爷爷。您一直在等我自己想明白，对不对？你二爷爷年轻的时候给我煮过一碗面，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我怎么舍得让我唯一的孙子去恨他？灵石之毒，至阴至贪，世间药石难解，唯众心所向之灵可破之。众心所向之灵，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的善心救不了这毒。
会不会是说得靠全城人的心？不好，钱多多的人追来了，他们也在找着剑宗。知下，把卷宗交出来。只要交出灵石的解法，钱总可以既往不咎。是您，您竟然投靠了灵气复苏会，您可是林氏的长辈。林总，你管布阵，我管开路，咱俩一个守一个攻。少废话，跟上！林总，咱俩这配合比夫妻店还顺手啊！专心点，别贫嘴。我也不想背叛林氏，是钱多多，他给我下了灵石，我控制不住自己。又是灵染，这东西专门钻人心里的空子，它比钱多多本人危险100倍。什么？林氏老宅遭到灵使投放？钱多多疯了，他往我林氏老宅投放了大量灵石。我的族人，他们开始变得暴躁、贪婪，为了家产灵脉，互相猜忌算计。他先拿我林氏开刀，是想斩断你最大的盟友。废话少说，去你家，晚了就来不及了。这还是我从小长大的家吗？不对劲，我的烟火神通对周伯、对小雨都管用，怎么对你的族人只能压一时？灵石诱发的是人心最深处的贪，一碗面能暖一时的孤独，化一时的烦恼，可对于被灵石蚀到了根上的贪心，治标不治本。都停下！我林之夏，今天要破一个我林氏守了几百年的规矩。我林氏修炼了几百年，守着规矩，守着灵脉，守着传承，却唯独把人心弄丢了。今天我用蛇来破这个贪，这些灵气，谁需要谁拿去。好一招舍小家为大家，可你以为光靠舍就能破贪？太天真了，我倒要看看。当灵染加倍投放时，你们这些人还撑不撑得住人性的考验？撑住，都给我撑住！之夏，光靠你一个人的舍不够，得想别的办法。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善心是一碗面，暖一时；可一群人的善心是一片海，能化万毒。各位，需要你们帮个忙，
不用你们会修火，只需要你们带上一份心意，过来一趟。这就是众心所向之灵，是灵审之毒唯一的解药。不可能！一群凡人的善心，怎么可能比我囤积的天量灵气还要强大？这违背我所有的计算。因为你抢来的灵气是死的，而他们心里的那点暖是活的。死的东西永远斗不过活的人心。好，既然众心是你们的武器，那我就让全城的人再也生不出善心。等这些装置同时激活，全城几百万人将一夜之间丧失所有善念。我倒要看看你的众心成灵，到时候还成不成得了？小伙子，老地方，这次换我请你吃面。周伯主动请我吃面，这可是头一回。周伯，您这气色比我还红润，这屋子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小伙子，自从那回你陪我过了个生日，我躺床上想了一整宿，想通了，儿子不回来是儿子的事，我自己的日子得我自己过好。我现在啊，是咱们社区独居老人互助会的组长，专门去陪那些像我当年一样孤孤单单的老伙计。前儿个我还劝回来一个想不开的老皱头呢，你看我现在也能救人了。小满，你看，你当年随手种下的那一碗面，如今长成了一片林子。这就是你爷爷我一辈子想做却没做成的事，让善意自己一个传一个传下去。我懂了，原来还灵于民根本不是我一个人去救全城所有人，是让我救过的人再去救下一个人，这样善意才传得开，才能传得久。陆小满，钱多多的微型灵石装置开始全城投放了，只要他们同时激活，全城所有人都会丧失善念。到那时，你的众心成灵会彻底失效。那就在他们激活之前，把全城所有的装置一个不剩全给我拔掉。周伯，您这碗面我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补吃。装置是微型的，藏得隐蔽，靠咱们几个高手挨个找，根本来不及。所以这一次得靠满城的街坊邻里。我这炼丹了火，对灵石的气息最敏感，哪个方向有装置，火苗就往哪个方向偏。我收了一辈子废品，全城哪个旮旯我不熟，纸香符箓一贴一个准。姐妹们，分头行动，地毯式排查，发现可疑的小玩意儿立刻举报。钱多多到处砸钱买高科技，买境外的邪门玩意儿，可咱们靠的是这满城的街坊邻里，是这人心。
哈哈哈哈！高科技的灵丝装置，最后栽在了大妈们的举报热线上，绝了！这就是市井的力量啊！我的亲娘爷！可算找差不多了。所有微型装置都是受主控装置统一调度的，主控不除，它们随时都能重启。可主控藏得太深了。主控装置肯定藏在全城灵气最浓又最不起眼、最不会被人怀疑的地方。灵气最浓又最不起眼，那不就是老陈头的面馆吗？钱多多，他果然又把主意打到那儿去了。钱多多，你可别干傻事儿啊！聪明，还是你聪明，苏小满。当年你爷爷拼了命守护的灵脉节点，如今却成为我收割全城的最佳踏板。你说讽不讽刺？小满，别管我，快砸了那玩意儿！苏小满，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非赢不可。这世道，老实人吃亏，善良人被欺负。我钱多多从小被人踩进泥里，被孤立，被嫌弃。是灵师让我变强变狠，变得能反过来掌控别人。善良能值几个钱？我去，他头顶的灵身心魔比二爷爷的还要大。他从骨子里就早已被灵身侵蚀，他根本也是个受害者。钱总，你本性不坏，你是病了。你跟我二爷爷一样，也是灵染的受害者。你恨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也不曾对你温柔过。闭嘴！你懂什么？他这么激动，看来是被我说中了。他这么执着于毁掉全城的善念，其实是他潜意识里在害怕，害怕自己彻底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小满，你看出来了，他越想毁掉别人的善，恰恰说明他心里那点没被灵闪吃干净的善还在拼命挣扎，还没死透。你一直都活在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认为只要掌握了绝对的力量就能得到别人的爱。可是你错了！闭嘴！你给我闭嘴！我不要听！激活主控，我要让全城的人都跟我一样，变成没有心的东西，这样就没人再能伤害我了。来不及了，主控激活了！不行，硬拔主控会引发全城灵气总溃散，反噬所有人。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只剩一条路了，从源头净化。可这灵闪的源头就在钱多多的头顶，那团灵闪心魔的核心。要救全城，我得先救他。钱多多，你不是想让全城都没有善念吗？那你得先过我这一关。我今天要净化的是你。孩子，日子再难，心别凉。原来这世上是有人对我好过的。这碗面的味道是那个老头，为什么偏偏是苏家的人？尝尝吧，这一碗敬那个还没被灵闪彻底吃掉的你。我不记得上一次有人对我好是什么时候了，原来是有过的，是我自己把它忘了。钱多多，看见没？
这就是你抢了一辈子却怎么也抢不到的东西，不是被囤积起来的死氢气，而是被需要、被温暖、被原谅的感觉。这种感觉给多少钱都买不来，可它却一直都在。我错了，我把这世上唯一对我好过的人，活成了我最恨的那副模样。苏小满，我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苏家，对不起这满城的人。我爷爷和二爷爷跟灵使斗了一辈子，也没能斗赢他。今天是这满城的人一起帮你赢了。这份恩，这笔债，你以后慢慢还，还给这座城，还给那些跟你当年一样孤独无助的人。谢谢你，小满。哈哈哈哈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对，这灵石从来就不是钱多多带来的，它是从那里漏下来的。爷，您看什么呢？小满，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刚开始。爷，您从昨晚就盯着天上看，到底怎么了？灵使不是已经进化了吗？你们以为灵使是钱多多从境外组织买来的？错，那个境外组织也只是个中间商，灵使真正的源头在天上。那道天裂里，你们想过没有？灵气为什么会在30年前突然复苏？那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现象，是天地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我们叫它灵幕。30年前，灵幕上出现了一道裂缝，就是天裂。这道裂缝，一方面让屏障之外的灵气重新流回了人间。这是好事，可另一方面，它也漏下了灵石这种来自屏障之外的腐蚀性邪气。所以，钱多多、苏念商前辈，乃至所有被灵使侵蚀过的人，他们都是这道天裂的剑斗受害者。正是，而且，若是放任这天裂继续扩大，漏下来的灵石会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别说这一座城，方圆千里都会被灵石彻底腐蚀，再无半分人间温情。再无半分人间温情。所以，真正要解决的，根本不是钱多多，是补上那道天裂。唉，不错，可补天裂谈何容易？它需要海量的纯净灵气，还需要一位元婴期以上且心无杂念的修士来引导熔铸。元婴期以上，心无杂念。怎么又是我？合着这满城的脏活累活都得我一个送外卖的牛马来干？你也别这么说，古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像你这么有修仙资质的孙孙，老夫也很少见呐。补天裂的具体方法记载在咱们市井修仙的祖师典籍里，而那本典籍30年前被你二爷爷苏念上藏了起来。藏在一个只有满城相传人才能进得去的地方，就在云川灵脉的最深处，一个叫市井之信的地方。那还等什么？去把那本典籍找出来！师傅，哦不，爷，咱还有多久到啊？等下该出来大妖怪把你抓走了。
你鸡个嘚儿啊！等会儿真把老头子我抓走了，你又不乐意。你们看，前面就是市井之心。找你！30年了，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这地方。想取得典籍，得先通过市井之心的考验。考验？要打架吗？傻孩子，咱们市井修仙的考验哪有打打杀杀的？他要你当场为这市井之心煮一碗面。这个我熟。这一碗面，我不煮给神仙，也不煮给高人，我煮给这座城里所有起早贪黑却还在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找到了，补天之法全在这里。需在7日之内集编全城7处本源灵脉的纯净灵气，再由一位元婴修士以满城香功法将其熔铸成补天之灵，引上天裂，方可封补。可这里还写着补天之时，引导者需将自身灵气与全城灵脉相连，一旦失败，灵气尽散。灵气尽散，苏小满，这不就是你爷爷当年的下场吗？太危险了，万一失败，你会……我爷爷当年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扛下了所有，可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护城联盟，有玄河，有满城的街坊邻里。这一次补天，不是我苏小满一个人的事，是咱们所有人一起补。好小子！你总算彻底明白了，市井修仙最大的神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有多强，是这满城的人愿不愿意跟你站在一起。天裂扩大了，时间不多了。苏小满，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行吗？这7处本源灵脉的具体位置，全城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毕竟，当年想把他们一个个抽干的，就是我。中！我知道我曾经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但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眼下最关键的是找到七脉，封印天裂。他害死了多少灵脉节点，多少老店毁在他手里，凭什么信他一句话？话是这么说，可没有他带路，咱们7天之内根本找不起七脉。各位，我爷爷斗了一辈子，想救的就是被灵使害了的人。钱多多现在清醒了，他就是被我们亲手救回来的第一个人。我们要是连他这一次赎罪的机会都不给，那我们跟当年坐视不管的人又有什么区别？给他机会，也是给咱们还灵于门这个信念一个交代。行，那这一次先原谅你，等封印完天裂再批斗你。苏小婉，我钱多多前半辈子算计了无数人，从没有一个人真正信过我一次。这一次，我用我这条命给你们带路。哎呦，曾经的灵气附属会 CEO， 如今成了搬砖的临时工，世事无常啊，无常。搬砖比割韭菜踏实多了。第一脉在城西的百年戏台。糟了，我记得这座百年戏台3天后就要被一个房地产商强行拆迁了。我们要是想取这第一脉，就得先保住这座戏台。
那就先去保戏台。走。小伙子，你们可得帮帮忙啊！这戏台一拆，我们这些老家伙连个念想都没了。一座破戏台，挡了我10个亿的项目，今天必须拆！都给我让开！这台子要是拆了，几代人的念想就断了。再说，这条灵脉我们补天还要用，这戏台今天拆不得。哼，就凭你，兄弟们上！慢着，老伙计，让我们最后再为这戏台，为我们的观众，为100年的传承献上最后一曲。国宝吉祥，喂喂！肥肥胖胖是太阳，鼓鼓囊囊是山冈，风风光光小路上，3个吊郎当，一个是想要做个娘，一个挖空心思经商，一个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嘿吼嘿哈，功夫练得响当当，嘿吼嘿哈，牛皮吹得会发光，嘿吼嘿哈，我们最爱疯狂幻想，嘿吼嘿哈。这调子，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总抱着我在这戏台底下听。不拆了，这活儿我不接了。老板，你听，这就是你想拆掉的东西，它值的可比你那10个亿沉多了。这个项目我接了。你谁啊？我用全部身家把这座戏台买下来，然后改建成一座面向全城、永久免费的市井记忆馆，就算我赎罪的第一笔吧。好的，好的，请您放心。你们惹上不该惹的人了！我背后的金主是个境外组织，他不想让你们集齐7万补贴。苏小满，久仰，容我自我介绍，我姓辉，你叫我辉先生就好。天裂漏下的灵石是我们组织所有生意的来源，你要是把天补上了，就等于断了我们的财路，所以我特地来劝你一句，到此为止吧。断你的财路，那这天我还非补不可了。他的境界在我之上，我刚突破元婴初期，他这股气息至少是灵婴中期往上。灵婴初期，小朋友差得远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7处灵脉，你最多能集齐3处，我们走着瞧。这个组织比钱多多难缠100倍。小满，你发现没有，他身上的灵闪气息跟钱多多跟你二爷爷都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钱多多他们是被灵石腐蚀，是受害者，可这个辉先生，他是在主动食用灵石，用灵石邪气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群人是真正把邪气当成了力量的源泉。那我们的众心成灵，对他们这种人还有用吗？硬骨头我来啃，剩下相对安全的灵脉，咱们分头去取，节省时间。赵叔，您去第2脉，之下，第3脉就拜托你了。中，集齐了灵脉，咱就集合。你多加小心。你也是。站住！哪来的老登？敢往这锅炉房乱闯！这锅炉是蒸汽机组供着的，碰坏了零件，你赔得起吗？
这水怎么回事？今儿怎么这么得劲儿啊？哎呦！哎呦，赵师傅，这钱我不挣了，恁这手艺，我这澡堂跟着恁干了。中。手找到最好了。林大小姐，这声，林大小姐，您这声，您最新鲜的嘞，吆喝的比我跑单还熟练。谁能想到玄和集团的千金蹲在菜市场卖青菜？少贫嘴！告诉你，我这摊今天的营业额比隔壁卖了20年菜的老王还高13块5毛呢。我林之下做什么都是最好的。以前那个高冷的能冻死人的大小姐，现在居然会为了卖菜赢了老王而得意，这变化挺好。小曼，李斯曼所在的实业便利店被回先生的组织抢先一步占了，而且他们布下了一个邪门的临时逆转阵。逆转阵什么意思？那阵法专克他们，只要带着善念靠近，那原来的善念就会被法阵反向扭曲变成戾气。他们这是专门冲着咱们以善为本的路子来的。他们学聪明了，这是冲着我们的重心来的。邪门！我一想到我要救人，脑子里就全是火气。这阵专克咱们这一脉，咱们引以为傲的善念，在这儿反而成了最大的软肋。硬闯等同于自己打自己。用善破不了，越想做好事，越遭反噬。那我就用善之外的东西，他们绝对想不到的道道的东西。一家深夜便利店，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伟大的善举，而是那一盏永远不灭的灯，那一份随时热好的关东卷，那一句不带任何感情的欢迎光临，那位能融化观众老眼的山田小姐，灵石能扭曲刻意的善念，可它扭曲不了习惯里的那点温柔。我不该带着我要救人、我要破阵的强烈念头，而是像一个再普通不够的夜班店员一样，平平淡淡的走进去，热关东锦，给货架补货，对着空气说：“欢迎光临。”搞定！他防得住惊天动地的大善，防不住这柴米油盐里的小满温柔。这上面记载着天烈的来意。是时候了，小满，是时候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了。当年那道天烈不是天生的，它是我苏念民亲手撕开的。什么？30年前的最后一战，你二爷爷苏念商已经被灵使彻底控制，疯了一样要抽空全城的灵脉。我拦不住他，眼看着全城几百万人就要遭殃，万般无奈之下，我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我孤注一掷，强行撕开了灵망，借取了屏障之外的力量，这才压制住了你二爷爷，保住了全城。可这一撕就再也合不上了，它造成了那道30年都无法愈合的天裂，从此灵气复苏，灵石也跟着一缕缕的漏了下来。我以为我救了一城人，可我却给这座城留下了一道流了30年血的伤口。这些年，灵石害了我弟弟，害了钱多多，害了那个孤儿，害了无数无辜的人，这笔账根子全在我身上啊！爷，所以您留修为给我，不是让我去复仇，也不只是让我补天，
是想让我替您把这道您亲手划下的伤口亲手补上，对不对？我没脸求你，这是我欠这座城的债，本就该我自己来还。可我……爷，您错了，这不是您一个人的债。您当年撕开它是为了救全城，那现在全城的人也会跟我一起把它补回去，这叫一债人情还。您欠这座城的，就让这座城里的人一起替您还清。苏小满，你爷爷当年的选择是为了救人，这没有错。剩下的3脉，我们一起取。补天那天，我陪你站在最高处。原来天裂是苏念民亲手撕开的，妙啊！那只要让他这个孙子补天失败，这道为我们提供灵石的口子就能永远的敞开下去。计划加速，我要让苏小满亲眼看着他爷爷的罪由他来继承。放心吧，小满，这块地儿我熟得很，谁来捣乱，我让他有来无回。姐妹们，老规矩，最炫民族风，预备起！按我喊的队形走。这是什么阵法？我们身上的灵闪邪气怎么被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给跳散了？这不科学啊！哼，年轻人跟大妈斗，你还嫩着呢。我跳了20年广场舞，跳出来的精气神，岂是你们这点歪门邪道扛得住的？高手在民间，这不直接给到王阿姨一手夯中夯。王阿姨，您这阵得练多少年才能练成啊？练什么阵？我们就是天天图个乐呵，跳着玩儿。可跳着跳着，跳的人多了，心齐了，这座城的精气神儿不就自己跳出来了吗？原来最厉害的阵法不在深山老林，在这天天热闹的广场上啊！赵叔，不对劲，辉先生那么强，要真想拦我们，不至于派这些虾兵蟹将。他好像在故意放水。我也察觉到了，他在故意让我们顺利集齐前面这几脉。您是说，他真正的杀招是要留在最后，留在最难的那2脉？要灵气是吧？拿去，只要能补天，能护住这座城，我这破面馆随便你用。小子，谢过陈老。小满啊，我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这面馆开不动了。我想了好久，我想把它传给你。陈叔，您这是……我传你的不是让你接手做生意赚钱，我传你的是这条街40年的人情味儿。这灶台上的每一勺汤都喂饱过多少起早贪黑的人。我怕我走了以后，这点人情味儿就断了。陈叔，这面馆我接，但我跟您保证，我绝不让它断了烟火气。他得继续开下去，继续喂饱这条街上每一个深夜里饿着肚子的人。行，有你这句话，这面馆的烟火人情只会更浓郁。之夏，等补天成功了，我想把这老面馆改造一下。改造成什么？一半还是热气腾腾的面馆，照常开门喂足街坊；另一半，我想开个小课堂，免费教普通人怎么用善意去滋养自己的生活。我要把市井修仙传下去，还灵于民。小满，你比你爷爷我想得更远，也走得更远了。苏小满，恭喜你集齐了6脉。不过游戏到这里，该换换规则了。第7脉是全城灵气所汇聚的市井之心。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拿你这位赵师叔的命来换你交出这7脉，要么你这位师叔就永远留在我这儿了。补天，我也不可能让你们如愿以偿。赵叔，回老头，你怎么还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小满啊，小满，天裂不能复原，你的
师叔也不能复原。我感觉我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你的灵魂，好好想想吧。兄们，别管我，这把老骨头不值钱，地气脉绝不能放弃，补天要紧。别叫了，苏小满只有拿七脉来交换这一种选择，到时候你这老骨头才是真不值钱。放弃第七脉，补天就功亏一篑，全城几百万人将永远活在灵石的威胁下。可不救诏书，我又违背了市井修仙人比脉重的根本。脉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不能为了补天就丢下我诏书。可是毁了灵脉，不就相当于直接断了街坊邻里的灵愿了吗？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万事万物皆有因果，以人为本，心之所往。小满，你决定吧。硬换不行，硬闯也不行，咱们这样，然后这样，来个将计就计。这种枯灵牢的供能机关我太熟了，当年就是我们会里的东西，我从外围去切断它的能源。我来制造一个苏小满放弃第七脉，独自前来交换的假象，把辉先生的注意力全引到正面。小满，我被困在那牢里的时候，看清了一件事儿。回先生他们那套失灵石增强视力的法子，有个天大的死穴。什么死穴？灵气越强，吃灵石越多，就越会被灵石反噬，到最后会彻底失去人性，沦为一具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灵石傀儡。回先生他们自己都已经快不是人了，他们越强，离崩溃就越近。所以他们这么急着阻止补天，根本不只是为了什么财路，是因为天裂一旦补上，灵石的源头就断了。到那时，他们这些靠吃灵石活着的人，会立刻失去所有力量，现出原形。补天等于直接断了他们的命根子。所以这最后一战，他们会拼命，会用上所有的疯狂手段。那就让他们来吧。苏小满，我就知道你会来，也知道你救走了你师叔。不过没关系，这第七脉是你绕不开的。来吧，我们做个了断。辉先生，你以为我会像我爷爷当年一样，一个人来？苏小满，我林氏来助你一臂之力。我爷爷当年一个人孤零零地扛下了所有，他输了。可今天，我带着这满城的人一起来普天！小朋友，你的重用心挡得住我这石灵氏的力量吗？让我好好教教你什么叫绝对的实力。那就试试看。
这就是你的众心成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那点善念不过是萤火之光，一吹就灭。他的石灵石是很强，可代价是，他彻底失去了人心，他理解不了，也防御不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羁绊。辉先生，你灵石吃的太多了，早就忘了被人在乎是什么滋味了吧？这就是你最大的破绽。不可能！你一个元婴初期的毛头小子，怎么可能爆发出化神的气息？这绝无可能！因为我背后站着一座城，而你的背后只有冷冰冰的灵染。好得很！既然补天会断我的命根子，既然我赢不了你，那我就索性让这天裂彻底分开！他疯了，他要跟全城同归于尽！不好！天裂再这么开下去，别说补天了，整座城都要被灵山淹没！小满，得马上止住他！当年我抽走了你们多少灵气，今天我加倍还回来！原来石灵石的尽头是连我是谁都忘了。我本来叫什么来着？辉先生，别再吃零食了，把手伸给我，我拉你一把。你也是受害者，你还有救！补天需要纯净灵气，可你不知道，也需要灵石本源来封口。拿去，别让更多的人变成我这副鬼样子。他最后到底还是个人。明晚就补天。小满，补完天回来吃面。灶台我给你留着，火我给你烧着。小伙子，等你回来，我们互助会那帮老伙计都想认识认识这个救了全城的英雄。满哥，我加油面馆开张那天的第一碗面给你留着，你一定要回来吃。你爷爷没做完的事儿，你来做完。我们这些老骨头给你压阵，天塌下来，由我们这些老家伙先顶着。苏小满，谢谢你，没把我当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怪物。补天需要的灵石本源封口，这活儿最危险，交给我，让我也还了这笔债吧。苏小满，遇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所谓的强大，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所有人的最高处。是你让我明白，原来最强大的是被一群人在乎，也用心去在乎一群人。所以，补完天，你必须给我平安回来。我请你吃馄饨，这一次我请客。那可说定了，家乡菜。小满，记住爷爷最后一句话：补天靠的从来不是你一个人有多少灵气，靠的是这满城的人愿不愿意把心交给你。准备好了吗？七脉灵气融铸成形。
云团的街坊们，我需要你们！此刻，想一想，你最牵挂的那个人，想一想，这座城带给过你的每一份温暖。爷，您看到了吗？这就是您一辈子想要的满城香啊！不是您一个人香飘满城，是这满城的人一起香！不够，还差最后一口气。小满，这一次爷爷陪你一起补。小满，别怕，这回爷爷不在杯子里看着你了，爷爷跟你一块上。爷，咱爷俩头一回一块干活。念商，你这个糊涂了一辈子的弟弟，30年了，咱们苏家兄弟俩总算又站到一块儿了。苏小满，5天光有纯净灵气还不够，这切口得用灵石本源以毒攻毒的赌上，这活儿我来。毕竟我也是灵史伟大的，就让我亲手给灵石画上这个句号。钱多多，你给我撑住，今儿最后的一丝真气极限，补完天，你还欠这座城一屁股债没还呢，不许给我撂挑子！放心，我钱多多这辈子头一回要做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所有人再加最后一把劲儿！补上了，我苏念民欠这座城年来30年的债，今天终于补上了。爷，你怎么了？你怎么越来越大了？傻孩子，别哭，爷爷这一次是真的该走了。封魂30年，就为了等你长大，等你撑起这座城。如今事儿都办完了，爷爷也该去找你二爷爷还有你奶奶了。小满，你抬头看，你看这满城的灯，每一盏都是你点亮的。爷爷我这辈子值了，往后这座城就交给你了。爷，您再陪我跑一单就一单，就像头七那天晚上您坐在车把上给我吹您当年多威风，行不行？小满，灵气还于民了，天裂也补上了。但市井修仙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补天的本事，是那颗见不得别人受委屈的心。这座城往后交给你了。爷爷，我懂了，您放心走。走吧，爷，咱们接着跑单。第一单，城西，超市风险高，但是这单我接了。大哥，
全城都传开了，说普天的大英雄就是你。你都救了全城了，咋还回来跟我们一块跑外卖啊？救全城是顺手，跑外卖才是本职。再说了，这是我跟我爷的约定。苏小满，有件事得跟你商量。补天虽然成功了，可你想过没有，灵气复苏并不会因此停下。从今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觉醒微弱的灵气。那是好事啊。是好事，也是隐患。一群刚觉醒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灵气的普通人，这座城需要一个秩序。什么秩序？一个专门教大家怎么好好用灵气的地方。补天之后，新的篇章正在悄然展开。补天的时候没觉得多累，现在天天给这帮新手擦屁股，比补天还累。唉，当年我爷爷带我，是不是也这么糟心？可不嘛，带新人比渡劫还难。可你想想，你当年不也是一惊个一乍乍，把保卫杯里我当鬼的愣头青？行吧，我认。苏老师，我一紧张就把桌上的杯子飘起来了，咋办啊？苏老师，我做的饭家里人吃了直夸好吃，可我妈非怀疑我往菜里下了药，我咋解释啊？苏老师，我对着花说了句好话，那花蹭的长了半米高，邻居报警说我搞封建迷信。一个一个来，都别急，排队。你看，你这么一个一个的救，一个一个的教，得教到猴年马月。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办个学校。学校？专门教普通人怎么用善意正确的使用灵气，好主意！我知道开在哪儿最合适了，就开在这儿。老陈头的面馆，一半煮面，一半上课。煮面修仙皆是缘，宋丹积德都算客，童叟无欺。开张大吉！我教炼丹课，其实就是教做煎饼。我教阵法课，跳起来，广场舞预备。我教符箓课，记住喽，废物利用是基础，画符是进阶。我教理论课，玄和家学千年传承，正经知识由我来讲。那我就教实践课，带着大家跑外卖、煮面、解心结，这才是市井修仙的根本。同学们都看好了，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曾经啊，比你们任何人都贪，结果呢，贪到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谁见了都怕的怪物。听我一句劝，做人做修士，千万别贪，踏实点儿，比啥都强。哇，那个就是当年的大反派钱多多啊，现在看着咋还挺可爱的。苏小满，补天这件事惊动上面了。上面？哪个上面？一个隐藏在更高层、统辖着全国修真界的神秘机构，他们派人来云川了。他们想见补天之人。找我是来谢我，还是来找麻烦的？小满，要是他们想动你，咱们护城联盟跟他们拼了！赵叔，别冲动，先看看他到底想干嘛。苏小满，30年来，这天烈之患，我们全国修真界倾尽多少高者，试过多少法门，始终束手无策。我们都以为这道天烈会是修真界一道永远无法愈发愈合的伤，可谁能想到，最终补上他的竟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
和这满城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后生可畏啊！苏小满，我有疑惑想请教你。我们全国修真界千百年来一直信奉一条铁律：灵气当由强者掌控，凡人需要被强者引领。可你偏偏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还灵于民，众生平等，你就不怕吗？把这等力量交到亿万普通人手里，会引发天下大乱。云老，我跑了3年外卖，这3年我走遍了这座城的大街小巷，敲过成千上万扇门。您猜，我见的最多的是什么人？不是坏人，是那些被生活压得快喘不过气，却还在咬着牙认真善良着的普通人。把灵气还给他们，不会天下大乱，只会让这些本就善良的好人过得不那么累。苏小满，灵理院想正式聘请你，担任民间修真赤使，把你这套市井修仙的模式推向全国。推向全国？那个云老，我冒昧问一句，要是我去了全国，我这外卖还跑不跑了？满哥，你要出息了，全国跑，可你走了，谁带我跑单啊？八字还没一撇呢，让我好好想想。去全国推广，是把爷爷一辈子的理想发扬光大，让别的城也能还灵于民民，这是好事，是大好事。可一旦走了，这座城、这条街、老陈头的面馆、周伯的互助会、小雨的加油面馆，还有这满城，我一家家敲过的门，一碗碗送过的面，我怎么舍得？傻小子，你爷爷我这辈子困在这一座城里，是因为我能耐有限，飞不远。可你不一样，你能走得比爷爷远得多。可我要是走远了，这颗见不得人受委屈的心，还顾得过来这座城吗？苏小满，你是不是把这事儿想拧巴了？谁告诉你，推广市井修仙就一定得你这个人亲自跑遍全国？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你一个人去当全国的英雄。真正的传承，是让每一座城都长出他自己的满城香。你是说，我留在云川，把这儿做成一个样板，一个标杆，让别的城自己派人来学，来起精？而且，你要是真走了，谁陪我吃馄饨啊？这个气息是灵石。全城灵力警报彻夜长鸣，排查队伍扫过每一条街巷。可当灵石余恨源头最终锁定在城郊孤儿院时，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沉。他头顶的心魔，是被灵产余音一点点喂大的。这孩子不是坏，他就是从来没被人好好爱过，心里那道坎儿过不去啊。灵石余焰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专门去找那些心里有伤、被这个世界辜负过的人。这少年要是没人管，他很可能会重走惠先生二爷爷的老路。30年的悲剧就要在他身上重演了。这就是爷爷我这辈子最怕的事。灵石能补能消，可人心里的伤口，这世上永远会有，永远补不完。我跟你说个事儿，我3战高考全落榜了。我爸觉得我这辈子完了。我后来认识个哥们小雨，跟我一样，考研3年没上岸，差点把自己关屋里出不来。我还认识个人叫钱多多，他从小跟你一样被全世界辜负，他不服，
他想把欠他的全抢回来，结果呢，他抢了一辈子，把自己一个活成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讨厌的怪物。那又怎样？这事情本来就这么烂。可他们最后都没变成怪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在他们快撑不住的时候，请他们吃一碗热乎的面。来，孩子，这碗我请。日子再难，心别凉。钱多多，你怎么在这儿？这孩子的事儿我早就盯上了，因为他的遭遇，他眼里那股劲儿，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孩子，我以前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觉得这世界欠我的，凭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所以我拼了命的想抢回来。我抢到了钱，抢到了权，抢到了让所有人都怕我的力量。可结果呢？我抢了一辈子，最后发现我把这世上唯一一个真心对我好过的人苏小满他二爷爷给活活害死了。别走我的老路，孩子。那条路的尽头，啥也没有。那我该怎么办？我想收你做个徒弟，不教你抢东西，教你一件事，怎么跟你心里那道过不去的坎儿和解。爷，您看见没？连最贪的钱多多都成了救人的人。看见了，这才是还灵于民最该有的样子啊！善意根本不需要谁去逼去管，他自己就会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传下去。满哥，全城都补完了，坏人都改好了，学堂也开起来了。我就问你一件正经事儿，你跟林总到底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你瞎说什么呢？补完天，你必须给我平安回来，我请你吃馄饨。这一次我请客，加香菜。那碗馄饨今天还算数吗？算数，你来找我吧。看什么看？我从小到大就没进过厨房，能包成这样不错了，将就吃。这个卖相啊，0分。你不吃拉倒。但是味道满分，因为这是林大小姐长这么大头一回亲手为一个人包的馄饨。苏小满，遇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所谓的强大，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所有人的最高处，让谁都够不着。是你让我明白，这世上最幸福的，从来不是站在最高处，是有一个人愿意陪你，把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都过成热乎的。那以后我跑外卖，你包馄饨，咱俩就把这满城的烟火气一起守下去，好不好？好。行了，别秀了，老胳膊老腿的，看不下去喽。小满、之夏，赶紧的，明儿个学堂要办件大事，你们俩必须到场。同学们，我爷爷教了我10年，10年啊，你们猜，他到底教会了我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其实就一件事，修仙修到最后，
修的从来不是多高的法力，多强的神通，修的是一颗见不得别人受委屈的心。你们今天毕业，不是因为你们学会了多大的本事，是因为你们学会了怎么把自己心里那点暖亲手递给下一个需要它的人。这就是满城乡真正的传承。爷爷、二爷爷，你们看到了吗？满城都香了。苏小满，好消息！全国已经有整整12座城市正式向灵理院申请，要引入你的市井修仙模式。苏特使，全国推广的第一站，你打算选哪儿？云老，您稍等我一下，第一站去哪儿，咱回头细聊。不过现在嘛，我得先去送个外卖。这单超时了。救了一座城，即将走向全国的大英雄，急着去送的是一单超时的外卖。满哥，全城不，全国都传开了。您都这么牛了，救了全城，还要去全国当大官，您咋还天天跟我们一块跑着破单啊？图啥呀？图啥？因为啊，兄弟，我跑了这么多年外卖，才算彻底想明白一件事：这世上最了不起的修行，从来就不在那虚无缥缈的云端，它就在这热气腾腾的人间，在每一碗按时送达的热面里，在每一句发自真心的谢谢辛苦了里，这才是真神通。我爷爷以前总说，修道要斩断红尘因果，无情才能无敌。可我偏不信这个邪。我跑了这么多年外卖，敲了这么多年的门，才终于明白，红尘里的每一份牵挂，每一碗热面，每一句问候，才是这世上最强大的法。这座城里有几百万个最普通不过的人，正用着最普通不过的善良，认认真真的活着。他们才是这人间真正的修仙者。下一单，这单我接了。